北京终于扛不住了。在川普铁腕政策重击下，中国正被迫做出历史性妥协。据最新消息，中国高层正秘密讨论主动限制对美出口，试图安抚即将掀起贸易海啸的川普政府。这一罕见举动表明，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制造业帝国，如今已经走到悬崖边缘。据权威消息透露，北京正研究日本1980年代对美自愿出口限制 FIR 的模式，准备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等重点领域实施出口限制，以换取在美投资的机会。这一妥协性举动显示，中国经济内忧外患，已经到了不得不向美国低头的危急时刻。《华尔街日报》3月22日的独家报道引述多位中国政府高级顾问的话称，北京高层已表现出强烈意愿，希望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避免更严厉的贸易打击。这种近乎求和的姿态，与中国过去强硬的对外表态形成鲜明对比。更令人吃惊的是，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最高领导层已下令紧急研究日本模式，以应对川普政府的贸易压力。须知道，在川普第一任期时，中国曾傲慢地拒绝了日本式的缓和做法，拒绝降低关税和进一步开放市场。如今的180度大转弯，不正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被逼到绝境了吗？为什么中国这次如此低声下气？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就明白了。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2.3%， 制造业投资更是惨淡，同比仅增长 0.6%， 创下历史新低。而青年失业率高达 14.7%， 近2000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更可怕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崩塌，前2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 20.5%， 房价70个大中城市中有61个出现下跌。曾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支柱已经倒塌。中国官方公布的 PMI 数据连续5个月在荣枯线以下徘徊，显示制造业持续萎缩。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产能过剩已达 GDP 的 20%， 相当于惊人的 3.9 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5家中国工厂中就有1家是多余的。面对这种内部崩溃的趋势，川普的贸易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川普政府计划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 60% 的关税，这将导致中国 GDP 至少下降3个百分点，直接威胁2000万制造业工人的饭碗。现在，北京正考虑效仿日本在1980年代的做法。当时，日本汽车业正席卷美国市场，面对美国的贸易压力，日本同意实施自愿出口限制，主动限制汽车对美出口数量，以避免更严厉的关税打击。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中国实施类似的出口限制，短期内可能导致 30% 的中国对美出口受到影响，涉及金额高达8500亿美元。这对中国已经脆弱的经济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更讽刺的是，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中国即使实施自愿出口限制，也难以根本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2024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2954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约 32%， 仍是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最大的逆差来源。川普本人曾直言，中美贸易逆差高达1万亿美元。这种程度的不平衡，仅靠限制部分产品出口远远不够。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在社交媒体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愿出口限制可能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双边顺差，但如果他们不能减少中国的整体顺差，如果美国不限制相关的资本流入，他们也不会减少美国的整体赤字。更糟糕的是，
中国的自愿妥协可能根本得不到川普的认可。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道格·欧文直言，川普政府坚持使用关税作为贸易政策工具，这可能会让北京接受自愿的出口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会因此放弃关税计划。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川普想利用关税来增加收入，而自愿出口限制并不能提供这种收入。此举可能反让川普与欧盟合作，因为欧盟非常担心廉价商品充斥他们的市场。最新的民调显示，高达 78% 的美国选民支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给了川普强大的政治支持。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明确表示，美方对中国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以及市场扭曲行为深感忧虑，这些行为正在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即使中国决定实施出口限制，执行起来也面临巨大挑战。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绕道出口。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024年的数据，高达 32% 的中国对美实际出口是通过墨西哥、越南等第三国完成的。这表明，即便中国官方限制直接出口，企业仍能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规避政策，使相关限制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彭博社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 60% 的中国出口企业已经在东南亚建立了生产基地，以规避美国的贸易限制。其中有 37% 的企业选择了越南， 24% 选择了柬埔寨， 21% 选择了马来西亚。这种企业外迁潮已经导致中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超过300万个。另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中国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具体意图。川普已指示联邦机构评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项评估将在4月初完成，之后会在政府内部启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的流程。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正在为一场没有明确规则的博弈做准备，盲目妥协反而可能授人以柄。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最新报告警告说，如果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报告预测，高达 35% 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将在未来2年内被迫关闭或转型，这将直接影响超过2000万工人的就业。更让人揪心的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高达 27%， 远高于美国的 11% 和日本的 20%。这意味着制造业的崩溃将对整个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府经济顾问悲观地表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如果我们在贸易战中节节败退，不仅会失去国际市场，还会引发国内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据他透露，北京高层内部已经开始评估最坏情况，并制定应急预案。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困境远不止于此。除了制造业的危机，中国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债务危机和生产力下降等多重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连续3年负增长，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 14.9%， 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 50% 以上，许多地方政府甚至无力支付公务员工资。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封锁。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已将超过1200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有效切断了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和关键技术的渠道。荷兰、日本等美国盟友也加入了对华技术限制，形成了全方位的科技围堵。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中国不得不放下昔日的骄傲，考虑向美国妥协。
正如一位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所言，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来解决内部问题。如果这意味着要在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那也是不得已的选择。面对即将到来的贸易海啸，中国的自愿出口限制计划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绝望的自救，而非从容的战略调整。正如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所言，中国现在才想起来模仿日本的做法，已经晚了至少10年。更令人担忧的是，川普政府似乎并不买账。白宫一位高级官员最近透露，我们的目标不是短期内解决贸易不平衡，而是从根本上重塑美中经济关系。这需要中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补贴等方面做出实质性改变。如此看来，中国的投降信号可能只是一场徒劳。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地缘政治紧张和国内经济困境的3重夹击下，中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恐已终结。一个更加艰难的时代正向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招手。